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胖叔，一个球迷，也是个金融分析师。今天我们来聊转会通胀。首先，恭喜热刺签下 M 费和托纳利，总价 1.85 亿；恭喜曼城签下安德森，总价 1.1 亿；恭喜曼联问价恩梅查，总价1亿；恭喜拉什福首发 DR 刚果，发挥拉胯，身价崩塌，顺利回归。老球迷都记得2014年曼联7500万购入迪玛利亚，打破了英超的买人记录。次年曼城7600万购入了德布劳内，再次打破英超的买人记录。彼时众人惊呼英超进入了7000万时代，乌飞兔走，时过境迁。如今英超的转会费迅速膨胀，赖斯、格什、恩佐、凯塞多，还有去年的维尔茨 1.25 亿，伊萨克 1.45 亿，再加上今年的安德森、托纳利，看看当年丁丁的7600万，今年连一个降级队的 M 费都买不到。为什么英超的转会费可以如此膨胀？为什么一个降级队的中场可以卖到8500万镑？为什么人家曼城7500万可以买一个球队传奇，我们曼联7500万只买了一个寂寞？长话短说，英超转会费的膨胀是因为英超挣得多。德勤贴心的总结了5大联赛过去10年的收入增长趋势。25到26英超联赛收入来到了82亿，西甲42亿，德甲40亿，意甲30亿，法甲17亿。和10年前相比，西甲从20亿变成42亿，直接翻倍。英超也是 1.9 倍接近翻倍。俱乐部的转会费和工资支出一般是收入的一个固定比值，那既然收入翻倍，转会费和工资当然也要翻倍。简单粗暴的讲，胖叔这里有一个10年身价无脑乘2的公式，与诸公参详。你比如说10年前丁丁7600万，无脑乘2那就是 1.5 亿。开个天眼的话，这笔交易当然血赚。那如果不开天眼，丁丁贵为当年的德甲 MVP， 24岁，赛季16球28助，7600万作为一个基准，那么同为德甲 MVP 的维尔茨23岁16球15助攻， 1.25 亿也很正常。再比如10年前马夏尔6000万加浮动的2000万，现在呢就是 1.2 亿到 1.6 亿。开个天眼的话，这笔交易当然血亏。那如果不开天眼，马夏法甲12球5助攻是金童奖的表现，6000万加2000万作为一个基准，今天在法甲13球7助攻的巴尔克拉，那大巴黎可不就是要价 1.2 亿以上吗？巴黎还有一个20岁的法甲金童杜埃，那这个价都拿不下。按照这个思路， M 费作为一个降级队的主力中场，在10年前也是有参照标准的。那一年的纽卡意外降级，维纳尔杜姆2700万镑转会利物浦，西索科3000万镑转会热刺，你换算到10年后无脑乘2，那就是5500万到6000万镑。那当然他俩当时转会的时候都是25岁以上了，M 费才21，适当应该加一点，因此当初传言曼联是估值6000到7000万镑是蛮合理的。也因此热刺砸出8500万的时候，曼联一看 20% 的 premium， 立刻就退出竞标了。当然10年无脑乘2不是永远适用的，很多时候因为特殊情况，转会费会有溢价或者折扣，不能一概的作为基准。比如当年的葡萄牙9号安德烈席尔瓦，人称 A 席，阳光帅气，球技高超。彼时 C 罗接受采访说，有一天我退休了，葡萄牙的国家队也可以高枕无忧，因为 A 席可以接我的班。17年米兰怒砸3800万转会费，最后发现是自己一时糊涂，被 C 罗接班人的牌子忽悠了。所以放到今天，再来一个葡萄牙的9号，国家队的替补 C 罗的接班人，难道就能简单的无脑乘2变成7500万再卖给你？有朋友会问营收决定转会费，那按照你这个逻辑，英超营收是西甲的2倍，难道英超购买力也是西甲的2倍吗？那这句话对也不对。首先这幅图是整个联赛的营收之和，英超总营收是西甲的2倍，不代表曼城枪手的营收是皇马巴萨的2倍。实际上皇马巴萨的营收和英超6强比只多不少，英超西超再加拜仁巴黎是少数能够交付1亿转会费的俱乐部。不过换成其他的球队就画风突变了，比如贝蒂斯买安东尼，前后极限拉扯，反复横跳。那有朋友会说2500万到如今的转会市场都是白菜价了，贝蒂斯怎么这么抠门啊？那不是贝蒂斯抠门，也不是安东尼不好，贝蒂斯的营收不到2亿，曼城枪手红军都是8亿往上，要贝蒂斯掏出2500万，你就跟要枪手曼联掏出1亿是一个意思，不是掏不出来，但肯定也不轻松。在这个层面上，刨除掉头部球队，英超的平均购买力就是西甲、意甲的平均2倍。那有弹幕问，难道转会费就能这样无止境的膨胀下去吗？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那这个问题问得好首先我们要承认，过去20年随着转播全球化、足球商业化，大量的外资入主，欧洲足球的增长是史无前例的。不过按照增长规律来说，高速增长不可能永久持续。我们看看过去10年间的平均年化增长率，西甲11年间的平均增长是 6.7%， 英超 5.8%，
意甲、德甲都是 4.8%， 但前些年和近些年增长速度有显著不同。我们拿掉19到21年间的新冠时期的数据，再看看14到19的前4年和21到25的后4年。那前4年呢，大家增速都在 7% 以上，西甲还靠着转播费改革，都是2位数的增长。但是到了近4年，大家的增速都放缓了。那毕竟基数都变大了嘛，你20亿的 5% 是1亿，40亿的 5%， 那可就是2亿了。但增速放缓不代表价值见顶。胖叔之前的视频说过啊，如果你对标 NFL 和 NBA 5大联赛的商业化潜力，那可太大了。近些年美资对欧洲的足坛倾力布局，前有青湖红鸟收购股权，后有大通高盛放债黄萨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，都是看准了足球这块大蛋糕的增值空间。我们知道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，巴萨皇马的新球场，巴黎拜仁的外战表现都可以直接拉动联赛的营收，但你们架不住英超有6个、7个、8个火车头，也因此呢，2倍体量的英超在近4年居然能和其他联赛保持一样的增速，这是很恐怖的。有弹幕又问了，你都说到火车头了，你倒是说说这几年各俱乐部的营收增值又是如何呢？蓝军红魔们他们到底是火车头还是吊车尾呢？那这个问题嘛，是付费内容，只有给我点赞的好老公才能看。胖叔给大家时间点个赞啊，3、2、1，好，谢谢各位好老公的点赞，爱你。没点赞的坏老公就不许偷看了啊！过去4年各大联赛都是 6% 的年化增长，但是在头部俱乐部中表现的确参差不齐。弹幕猜猜看，谁是22到25年营收增长最快的俱乐部呢？我看啊，有猜皇马的，有猜热刺的啊，还有猜巴黎的啊，那毕竟是25年的欧冠冠军嘛。那我们公布答案，3、2、1，答案是阿森纳。各位注意啊，这还是德勤数据有1年滞后的情况，等26年的数据出来，带上联赛冠军、欧冠亚军，阿森纳的营收增长会更恐怖。那看看这个增长率，有很多是不意外的。阿森纳 24% 的增长率呢，是因为21到22的起点比较低，那时候阿森纳没有欧战，最后又排在联赛第5。你到了25年的时候，3年3亚，欧冠4强，收入进步是巨大的，从 4.3 亿到 8.2 亿，短短3年间就做到了年营收翻一番，这意味着巨大的工资和转会预算空间。过去几年阿森纳在转会市场非常豪横，目前来看呢，这可能仅仅是个开始。皇马增长快也不意外啊，胖叔有个视频叫做3个密码，这里面谈过啊，皇马是率先打破年营收10亿的俱乐部。热刺也不意外，英超6强名列第2，和皇马一样，新球场是未来巨大的增长点，会为热刺的财政持续书写。但我们还是有好几个没想到，米兰双雄不是没落了吗？意甲不是衰退了吗？红鸟不是在瞎搞吗？你俩是怎么排到前5的呀？切尔西不是美资吗？3年不是花了16亿吗？青湖不是 P 亿吗？你是怎么排到榜单倒数的呢？那对这些问题有兴趣的朋友呢，请你为胖叔的视频点赞、留言，一键3连。等本期视频点赞过3000，胖叔会专门做视频为大家讲解。等本期视频点赞过5000，咱们再加一节日语课。欢迎大家预约下期视频，红鸟在搞毛。感谢各位的喜爱和支持，我是胖叔，我们下期再见。